诶，你的坏习惯好像在控制你。明明想早起，可手指却不听使唤，永远在熟练的点下再睡5分钟。明明要专心工作，可没几分钟，微信、短视频、社交媒体无缝切换，等你回过神儿来，半小时已经过去了。明明想下定决心减肥，可外卖、炸鸡、奶茶还是点了。明明想早点休息，告诉自己就刷10分钟手机，结果一刷就是2个小时。明明就第二天顶着黑眼圈爬起来，发誓今晚一定要早睡，然后剧情重演。我们明知道不该做，却总是忍不住，于是我们拼命尝试，用意志力去打破它们，咬牙坚持几天，我一定会坚持的。最终还是失败，你还得坚持。坏习惯卷土重来，甚至变本加厉，最后破罐子破摔。为什么你总是控制不了自己？为什么别人可以做到？于是我们得出了一个结论，一定是那些自律的人天生比我更强，他们不是像我这样懒惰的人。但是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僧侣们能100%的戒掉坏习惯？如果你去过一个有几百名僧侣的寺院，没有一个人会抽烟，没有一个人会喝酒，他们每天都在凌晨4点起床，而且他们不需要咬牙坚持，也不需要依靠意志力去硬扛坏习惯。如果你仔细思考一下，难道只有那些天生自律的人才能成为和尚吗？其实真正的原因是他们掌握了一套打破坏习惯的秘密武器，这是一种任何人都可以学会的方法，而且100%有效。今天我就要告诉你一个鲜为人知的真相。首先，我们要了解习惯的本质，了解它在你脑子里是怎么形成的，这样你才能知道为什么依靠自己的意志力很难戒掉坏习惯。一般来说，当我们第一次尝试去做某件事情，这会让我们感到愉悦，会获得某种正向强化，这就是习惯形成的第一个阶段，多巴胺驱动。当我们感到快乐的时候，大脑会释放多巴胺，从而强化这种行为。比如说，你吃了一个很美味的食物，这令人很开心，然后大脑会释放多巴胺，促使我们下次还想吃。你玩了一个好玩的游戏，这个游戏过程充满了乐趣，大脑会释放多巴胺，然后形成重复的行为。一开始行为是由多巴胺控制的，但是随着时间推移，大脑的反应会发生变化，这就来到了习惯形成的第2个阶段，习惯回路接管。这是大脑中另一个完全不同的神经通路，叫做内源性大麻素系统，也称为习惯回路。一旦来到这个阶段，持续坏习惯就不再依赖多巴胺，你甚至不需要快乐，就会机械性的重复这个行为。不少游戏成瘾的人就是这种行为模式。刚开始玩游戏的时候乐趣满满，大脑会释放大量的多巴胺，想让你继续去玩。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你发现游戏已经不再那么有趣儿，但是你还是不由自主的继续玩。即使已经玩到第3个小时、第4个小时、第10个小时，你甚至可能已经感到无聊或者疲惫，但是还是停不下来。这就是因为你的行为已经从多巴胺强化转变为了习惯回路控制，你已经进入了自动化的模式。这个过程适用于所有习惯，无论是刷手机、吃垃圾食品还是拖延，它们最终都会进入自动化模式，让你不自觉地重复这些行为。所以现在你就知道，习惯本质上是无意识的行为，一旦形成，我们在执行它的时候不会主动思考，它是自动化的。比如说，你可能习惯性的挠头，但你并不会刻意的去做，而是下意识的进行。你可能习惯性的批判自己或者批判别人，本来只是一个念头，但是不知不觉就陷入了自己的情绪黑洞。那为什么自控力很难打败坏习惯呢？当我们试图改变习惯的时候，我们依赖大脑的额叶。额叶是大脑的主控系统，负责抑制冲动、做决定，并在面对负面情绪的时候驱使我们采取行动。但是这里有一个根本的问题，习惯是通过愉悦体验形成的，也就是多巴胺的奖励机制。但是当我们试图打破习惯的时候，依靠的是意志力，也就是额叶控制，而在额叶控制区并不会产生多巴胺，因此没有任何的正向强化。如果你天赋异禀，意志力超强，也许会改变坏习惯，但这是一种事倍功半的方式。就好像你家里的水管坏了，
水不停地往外漏，你每天拿着水桶不停地舀水，拼命地保持地板干燥。这就像我们用意志力去对抗坏习惯，短时间内有效，但是很快就会筋疲力尽，问题依然存在。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人都很难戒掉坏习惯。你想戒掉吃蛋糕的习惯，但是抗拒蛋糕的时候，你并不会获得愉悦感，因为没有产生任何的多巴胺。你想戒掉刷手机的习惯，但是强迫自己不看手机，同样也不会带来任何的快感。当没有任何正向强化的时候，行为无法持续，很快就会失败。你可能认为接下来的方法就是让无聊的事情变得有趣儿，这确实是一种方法，但实际上我们要介绍一个僧侣们使用的秘密技巧。僧侣们能戒掉他们的坏习惯，并不意味着他们做了很多令人愉悦的事情，对吧？他们所做的是激活一种完全不同的神经回路，也就是对自己的所有行为保持极度的觉知。所以他们所做的一切就是让自己意识到自己的行为。习惯是一种无意识的行为。如果我有意识的去做一件事情，那么从大脑的角度来看，它就不再是一个习惯了，因为我们激活了大脑的不同区域。这个核心原理就是，习惯是无意识行为，而一旦你带着意识去执行，它就不再是习惯。别急啊，咱们慢慢解释。在大脑中，习惯的控制权掌握在两个不同的系统里，一个是习惯回路，主要由内源性大麻素系统调控；第二个就是额叶控制，这个用来负责自我约束和决策。在大脑中，当我们试图控制一个行为的时候，通常是额叶在试图控制或者抑制习惯。问题在于，很多人的额叶和习惯回路之间的神经连接非常的弱，就像一个8号字体的浅色虚线。这就意味着，每当你试图用意志力对抗习惯，你都要消耗大量的能量，甚至会感到筋疲力尽，最终还是失败。但是当你带着觉知去行动的时候，你的行为就不会再依赖习惯回路，你会一点一点地削弱这个习惯的神经通路，让它慢慢失去力量。在神经科学研究中，科学家们发现，上瘾的人往往缺乏对自己行为的觉知，经常会有酗酒者成功戒酒6个月或者1年甚至几年，然后在某一天又突然开始喝酒，而且很多时候他们完全不知道是什么触发了这件事情。因为成瘾者普遍对自己的内在情绪状态缺乏觉知，他们以为自己控制住了习惯，但是其实压力一直在悄悄地积累。在工作上，他们可能担心被炒鱿鱼或者升职失败；在生活中，他们和朋友的关系逐渐疏远，或者在内心深处，他们有很多焦虑和不满。但是他们并没有觉察到这些压力正在积累，直到压力达到某个临界点，他们的大脑便会自动触发习惯回路，让他们重新回到原来的应对机制，也就是借助酒精、性、暴饮暴食、刷手机来缓解压力。所以成瘾者的问题不在于意志力不够，而在于他们对自己的行为和情绪完全没有觉知。这正是为什么正念能够成为科学上最有效的戒瘾方法之一。我的频道里有很多关于正念冥想的信息，以后也会持续更新这些内容，点击关注，不要错过。正念的作用方式非常的特别，传统的戒瘾方法，比如像戒酒互助会、药物治疗、心理咨询，各自的机制是不同的，但是正念的作用不是在对抗坏习惯，而是提升觉知，增强大脑的控制力。当你带着觉知去做一件事情，即使你失败了也没有关系。很多人误认为控制不住习惯就是失败了，但是实际上真正的目标根本不是强行克制，甚至都不是阻止习惯发生。真正的目标是每一次你带着觉知去做这件事儿，你就在加粗那根8号字体细细的虚线，你的额叶和习惯回路之间的神经连接会越来越强，把虚线变成实线，再把实线不停地加粗，最终让你轻松地掌握自己的行为。我们甚至不需要愉悦感，也不需要利用多巴胺回路，这正是僧人们的秘诀。他们的方法不依赖意志力，也不是靠咬牙坚持，他们的秘诀就是不对抗坏习惯，而是去体验它。现在道理都懂了，接下来应该如何实践呢？举个例子，比如你每天都必须要喝3杯奶茶，吃3盒炸鸡，想戒又戒不掉。下一次有喝奶茶欲望的时候，不要抗拒这种渴望，
甚至不要只买1杯来忍耐，而是直接买3杯，1杯马上喝掉，另外2杯带回家，随时放在身边。当你想喝奶茶的时候就去喝，但是要带着完整的觉知去喝。可以试着去问自己一些问题：你是如何察觉到渴望的？你对奶茶炸鸡的期待是什么？你开始分泌唾液了吗？当你真正喝下去的时候，那种满足感如你所愿吗？当你喝完之后，你的渴望发生了怎样的变化？要全身心的体验整个过程，不带任何评判，只是去观察。这正是僧人们所做的。他们不刻意的抑制欲望，而是培养对它的觉知。而当你不断强化这一个觉知通路的时候，你的大脑会开始改变，你的虚线会变成实线，实线会越来越粗。你不再需要消耗大量的意志力去控制习惯，因为习惯本身已经被削弱了。这就是为什么僧侣们可以彻底摆脱所有的坏习惯。他们并不强行控制自己，也不会刻意培养极强的意志力，他们甚至不是天生自律的人。如果你想一想，一座寺庙里面可能有几百名僧人，当他们刚刚进入寺庙的时候，和普通人其实没有什么两样。他们也有各种欲望，也有各种坏习惯，然而通过一套系统的方法，他们最终戒掉了一切成瘾的行为。如果你正在努力地戒掉某个坏习惯，我强烈建议你带着觉知去体验这个习惯。但是要特别注意，即使失败了，即使你最终还是刷了手机，吃了蛋糕，玩了游戏，或者你做了想戒掉的事情，千万不要自责。你要做的不是压制自己，而是觉察自己。当你拿起手机的时候，停顿一下，用一种旁观者的角度来观察自己。当你要吃蛋糕的时候，盯着蛋糕看几秒，对自己说，这个蛋糕看起来真诱人，我真的很想吃。我对这个蛋糕的期待是松软甜而不腻的口感吗？我现在是不是开始流口水了？我的满足感达到了吗？我的渴望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？就这样，慢慢的，你的大脑会发生变化。当你不断重复这种带着觉知的体验，你的额叶和习惯回路之间的连接会逐渐加强。一段时间之后，你会发现一个转折点。每次你带着觉知去做某件事情，你就在一点一点地削弱那个坏习惯，然后你会跨越那个转折点。最后你会发现，只需要一点点的意志力，就可以轻松改变自己的行为。再次鼓励你尝试这个方法，培养觉知。即使你失败了，没有关系。第二天醒来，再次培养觉知，继续练习，你的大脑会逐渐改变。期待你们的反馈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有所收获，请点赞、评论、转发给其他有潜力的最强大脑们。李妍希脑区药铺常年营业，下期继续开药。